欢迎回到乌鸦学舌，跟我们一起学习华语相关知识。表达动作完成与过去经验的过，在中文学习中，动词后的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结构，用来表示某个动作曾经发生过，表示经历、体验或经验，或单纯表达某个动作的完成。理解和正确使用过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准确地表达过去的经历和经验。过的定式如下：动词加过，过通常放在动作动词后面，形成动词加过的结构。例如，去过、吃过、看过等。如一开始我们提到的，动词加过有两个用法，第一个是表示经历或经验。例句一：我去过北京。例句二：他吃过中国菜。第二种过强调的是动作曾经发生过，或还没发生过，但不关心动作的结果。例句一：我们今天还没吃过早餐。例句二：他还没付过这个月的房租。我们可以注意到，这两个例句表达的并不是经验，而是某个动作还没有完成。不论用法一或是二，过都表示过去发生或还没发生的事情，因此搭配时间词来具体化经历的时间是很常见的造句法。例句一：去年我学过一点华语。例句二：小时候他住过乡下。看到这边，可能有些学习者会开始想，过跟了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可以简单说明如下：一、过表示曾经的经历，而了更多表示动作的完成和对现在的影响。我们可以借由以下两个例句的比较来看看两者的不同。A. 我吃过饺子，这里表示的是经历。B. 我吃了饺子，这里表示的是表示动作完成。二、否定形式，在否定形式中，过通常与没一起使用，表示没有经历过某事，如例句一、二。而了的否定式则不会出现了，如例句三、4。例句一：我没去过法国。例句二：他没看过这部电影。例句三：我没买那台相机。例句四：我没吃你的早餐。三、在台湾华语里面，过的使用法已经几乎只表示过去的经验。如果要表示动作完成的助词，比较常用了而不是过，而否定句的状况下，过常被省略，如例句一：我今天已经吃了早餐。例句二：我们今天还没吃早餐。通过以上的例句和解释，相信大家对过的用法有了更清晰的理解。希望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家能够灵活运用这一语法结构，表达出更多丰富的经历和体验。好了，今天的乌鸦学舌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新的华语知识与学习资讯。乌鸦学舌，我们下次见。